你有沒有試過這樣一個瞬間，人明明坐在這裡，心卻像被什麼拖着跑，跑得很快，快到你問自己，我到底在想什麼？為什麼停不下來？其實啊，這一刻就是今天要講的關鍵，意識的力量。很多人以為意識很玄，冥想很難，可我想先拋一個最簡單的問題給你。現在你感覺得出自己的呼吸嗎？想一下，你有沒有注意到？有嗎？如果有，那你已經跨進了意識的大門。問題來了，為什麼這麼簡單的東西，偏偏大家都覺得困難？因為我們誤會它太久了。這裡是意識覺醒，記得按讚、訂閱並打開小鈴鐺，這樣您就不會錯過我們的新影片。第一個誤會就是我一定要停止思考。哎呦，說實在的，越想停越停不下來，對吧？你越喊我不要想，那些念頭就越像夜市的攤販，一個一個跑來吵你。我們都試過那種感覺，越控制越亂。第二個誤會更深，大家都以為冥想就是要放鬆、要平靜、要喜悅，結果呢，你越追越得不到。就像你半夜越想睡，反而越睡不着。為什麼會這樣？因為我們一直在追一個狀態，卻忘了意識最核心的本質是什麼？是讓自己看見自己。聽起来簡單，可真正做的時候，難的不是方法，難的是你願不願意停下來，看一眼自己心裡那股不停翻滾的力量。我第一次知道意識有力量，是因為我年輕的時候有一種說不上來的焦慮，不是大事，卻會在你最不想的時候襲上來，像突然變天的風。你明明知道沒有什麼真正的危險，可身體卻繃得像一張弓。那時候我問自己，我是不是壞掉了？為什麼別人看起來都能好好生活，只有我連一個普通的聲音，一個陌生的環境都能讓我心跳加速？直到有一天，我遇到一個長輩，他笑笑跟我說，焦慮不是敵人，他只是你沒看清楚的朋友。我當時心裡一震，什麼叫朋友？明明折磨我的是他耶。後來我才明白，我們怕的從來不是情緒本身，我們怕的是不知道自己在經歷什麼。那天他教我一個方法，他說，你不要壓他，不要趕他，先讓他來，讓他存在，然後你看着他。我當時心想，有可能嗎？我只要看，這樣就能改变。可我第一次照做的时候，我才驚覺，那股焦慮並不是一整塊巨石，而是一小段一小段的。有的是身體的緊繃，有的是心裡的畫面，有的是自己嚇自己的聲音。拆開之後，那個恐懼的形狀變得透明許多。我突然意識到，原來看見就是力量。可是只靠看見還不夠，我們腦袋太習慣奔跑了。你要讓意識清楚，需要一個錨點。任何東西都可以，你的呼吸，一個聲音，甚至一支筆，觸碰你手心的感覺。重點不是專注，而是讓自己在當下有個位置。聽起來簡單，對吧？但真正難的是，你能不能允許自己不完美的練習。我第一次嘗試的時候，老實講，我5分鐘就煩了。我這個人又懶又急，只要覺得好像沒效果，我就不想繼續。我曾經以為自己堅持不下來，是因為我不夠有天分，結果完全不是，是因為我根本還沒明白意識真正的力量在哪裡。我以為冥想是在追求一個狀態，結果他在做的其實是讓你看清楚你原本就有的狀態，差別很大。所以如果你曾經失敗過，不是你的問題，是你被誤導太久。真正的關鍵只有一句話，不是讓心安靜，而是讓你能看見心不安靜的樣子。這一句話你記住，今天整場內容的地圖就出來了。但真正改变我人生的并不是看見情緒這麼簡單，而是我後來明白的一件更震撼的事。我們以為情緒是在攻擊我們，其實情緒是在提醒我們。那種提醒不是要你害怕，而是要你靠近。聽起來很反直覺，對不對？尤其是焦慮，你越靠近它不是更可怕嗎？我當初也這麼想，可事情卻完全不是這樣。當我第一次試着靠近焦慮時，我才知道，原來恐懼的真正力量不是在震動你，而是在告訴你，你還有沒看見的東西。你躲，它追你；你看，它散開。那種感覺就像你一直以為房間裡有怪物，可你終於鼓起勇氣開燈的時候，你發現原來那只是一件掛歪的外套。你從來不是害怕外套，你是害怕你的想象。
意識的力量就在這裡，它不是要你變強，它是要你變清楚。清楚之後，你自然就強了。可問題來了，光是看見還不夠，你要讓意識穩住，需要一個支點。有些人用呼吸，有些人用身體的觸感，也有人用聲音。我第一次練習時就是用聲音，那是一個簡單到不行的聲音。可神奇的是，只要我把注意力輕輕放在那個聲音上，焦慮就不會把我整個人捲進去。它還是會來，可是它來得像風一樣，不是暴風，只是風。那一刻我明白，原來支點不是要控制情緒，是要給自己一個位置，讓你不會被情緒吞掉。可是你知道我最可怕的敵人是誰嗎？不是焦慮，是懶惰。對，我那個時候最常發生的畫面就是剛坐下來準備練習，腦子就冒出一句等一下再說啦，今天很累，每天都很累，每次都等一下，結果永遠沒有開始。我那時候氣自己，氣得想翻桌。可偏偏你越討厭自己，越沒有力氣改變。後來有一次，我問一個老師，我是不是沒救了？他笑笑說，你不是沒救，你只是把練習想得太大。我說，啊，練習本來就很大啊，要專注，要堅持，要做到正確。他搖頭說，不，你只要做到一件事，願意開始。那一瞬間，我真的愣住。原來我們不是做不到冥想，我們是被完美練習嚇到了。你越想一次做到滿分，你就越不敢開始。那天之後，我練習的方法完全變了，我不給自己任何壓力，我想靜1秒就1秒，想靜1分鐘就1分鐘，不強求。結果你猜怎樣？我第一次真正感受到，原來意識會自己長大，你給它一點點空間，它就自己往前走。可是故事到這裡還沒真正進入高潮，真正的轉折是在我13歲那一年。那一年，我看見一個機會，一個為期3年的進修。我那時候非常天真，以為好，我只要把自己丟進去，我的懶惰一定被強迫治好。聽起來很合理吧？結果完全相反。第1個月我真的很乖，天天練。第2個月，呵呵，我的懶惰直接回來了，還帶了更多朋友。煩躁、厭倦、逃跑慾、後悔，那些情緒圍着我跳舞。我整個人像被困在一間沒有窗戶的小房間。我每天都在想，我要不要離開？可是我跟別人說過我要完成，我又拉不下臉。我不走是丟不起這個臉，我留下是快被自己逼瘋。我每天在這種矛盾裡輪迴。那時候我終於意識到一個殘酷的問題，我不是在跟情緒鬥，我是在跟自己鬥。我把練習變成一場戰爭，而我注定輸。直到那一天，我突然累了，我不想再鬥，也鬥不動了。我看着自己那股焦慮，突然冒出一個念頭，要不我不要再打他，我來理解他。就是那一念，讓我之後的人生全部反轉。因為從那一刻開始，我第一次真正做到讓情緒來，讓它存在，然後看着它，沒有試圖趕走它，沒有評價它，也沒有演戲給自己看，我只是讓它是它。你知道嗎？那一刻，我真的感覺到它不再像以前那樣壓着我，它變得鬆鬆的、軟軟的，像一團正在散開的煙霧。我那時才真正明白一句話，我們以為情緒是敵人，其實情緒只是訊號。你越逃，它越吼；你越看，它越安靜。可是接下來發生的事情比這個更驚人。接下來發生的事情，至今想起來我都覺得像開鎖一樣。你知道嗎？當你第一次真正看見情緒的時候，它不會立刻消失，它不會說好啦，我走哦，不會，它會繼續來。可是你突然有一種很奇怪的感覺，你不再在情緒裡面了，就像你以前被困在河流裡，被水一直冲，一直冲，你連呼吸都快忘了。可是當你看見那條河的那一刻，你突然站在岸上了，河還是流，可是你在看它，你不在裡面掙扎，你在外面觀察。那個差別大到足以讓一個人的人生完全反轉。我就在那一刻知道，原來意識就是那個能讓你站上岸的力量。而我也第一次明白，為什麼那些大師會說情緒像雲，因為你真的看得出它在飄，在變，在散。以前它在我心裡是雷陣雨，是暴風雪，
是會摧毀我的力量。那一刻，它只是天氣，會來會走，你不需要消滅天氣，你只要撐過它。那天之後，我的恐慌沒有馬上消失，可它變得透明。更奇妙的是，我越能看見它，它越無法控制我。它像是被抓到現行的小偷一樣，不再有那種神秘的力量，剩下的只有它真實的樣子。緊繃、畫面、聲音、擔心，一點點散開的碎片，你把其中一塊拿掉，那個恐慌就破掉了。說真的，那種感覺超級震撼。你會驚訝地發現，天哪，我以前被一個泡泡嚇了10幾年。可是故事真正的關鍵不是在這裡，而是在我後來學到的第二件事。你以為你只能用好的東西冥想，錯，你也可以用壞的情緒冥想。那時我開始嘗試一個很瘋狂的做法，我拿恐慌本身當成支點。聽起來很怪，對不對？我也覺得很怪，可結果讓我永遠忘不了。方法很簡單，就是像我以前听聲音那樣，現在改成聽恐慌，不是想象它，是感觉它。感覺胸口的那種收緊，手心的汗，心跳的速度，腦子裡那些想逃跑的念頭，全部都拿來觀察。當你這樣做的時候，會發生一件事，你會突然意識到，你能感覺恐慌，表示你不是恐慌。就像你能看見山，你就不在山裡；你能看見風，你就不是風。那一刻，你超越了它，你不再被綁在情緒上，你跳到一個更高的位置。你知道從那個高度看下去，恐慌像什麼嗎？像一隻在亂跑的小狗，很吵、很煩、很衝動，可你不會怕它，它只是亢奮。你甚至還會覺得，原來你長這樣哦。而更詭異的是，當你不怕它的時候，它反而安靜了。那時我才明白，情緒不是要你征服它，它是要你認識它。你越認識它，越不會對你發作。可是說到這裡，你可能會想，那不就解決了嗎？沒有，這只是第2層，第3層才是整個旅程最難、最痛卻最自由的地方——臣服。聽到臣服，很多人第一反應都是：哎呦，是不是要我放棄抵抗？不是，臣服不是軟弱，也不是消極，臣服是一種很深的勇氣。你願意讓事情如其所是。我們一生都在對抗，我們討厭痛苦，討厭不確定，討厭不如意。可你越抗拒，它越纏着你。臣服不是要你喜歡痛，而是讓你不再與痛對抗。你讓它來，你讓它走，而你一直在這裡，那是一種穩定、寬廣，甚至溫柔的力量。真正的臣服是一種愛自己的方式。你不責怪自己，你不逼自己，你不跟自己開戰，你終於願意停下來，說一句：好，我知道你來了，我讓你存在。你知道嗎？當我第一次做到真正的臣服時，我當場哭出來。我不是被情緒弄哭，而是第一次從內心深處感到一種溫柔。原來我一直在對自己太兇，我從來沒有真正允許自己脆弱、害怕、慌亂。我一直逼自己馬上變好，要撐住，不要輸。結果最傷我的不是恐慌，是我對自己的那種嚴厲。那天之後，恐慌再來找我時，我的反應完全變了。我會說：哇，你來了，那你來吧，我陪你一下。從那一刻起，恐慌不是敵人，它變成老師，甚至變成朋友。你沒聽錯，朋友。因為它讓我看見了心裡的盲點，也讓我學會了意識、智慧和慈悲。而真正的轉折還在後面。就在那幾年之後，我的人生突然進入一個更瘋狂的階段，一個會把我整個意識推向極限的經歷。真正把我推到極限的是後來那一次什麼都不帶的旅程。你想想看，一個人離開熟悉的地方，離開安全感，離開身份，離開角色，走到一個完全陌生的環境，只帶幾百塊零錢，然後你開始餓，你開始累，你開始發現，原來那些你以為自己放下了的恐懼，一個接一個全跑出來。你知道最震撼的是什麼嗎？不是身體的辛苦，而是意識被逼到沒有退路的那一瞬間。那時候我才知道，平常我們所謂的覺察、練習、放鬆，都還是在一個舒適的範圍裡。可是當你真的被丟到沒得依靠、沒得逃、沒得分心的地方，你的意識會被逼得只剩下2個選擇：要麼崩潰，要麼醒過來。我當時的狀況糟到什麼程度？
我連水都喝不下去，身體開始脫力，眼前像蒙了一層霧，聲音聽不清，世界變得像快要關機。你知道那種感覺嗎？你明明還活着，可身體像在往下掉。就在那一刻，我心裡冒出一句話：完了，我是不是要死在這裡？那不是誇張，是一種很真實的邊緣感。可偏偏就是這個邊緣把我推到了意識最核心的地方。我突然明白，當你所有的支點被拔掉，你唯一剩下的支點就是意識本身。我當下做了一個最本能的動作，我沒有逃，我沒有求救，我只是把注意力放回到那個最原始的感覺。我在這裡，我存在着。就在那一秒，意識像是被點亮了一樣，不是普通的亮，是那種整個世界都變成高清的亮。身體還是虛的，耳朵還是聽不太清楚，可是心前所未有的清晰。清晰到什麼程度？你知道有些時候你看着風，你只看到風吹動樹，可是那一刻，當我看着風，風像變成了一種正在發生的生命，它不是吹過我，是在觸碰我。路邊的樹不是樹，而是一種柔軟的溫暖的存在。那種感覺很難用語言講，可你會知道，你不是在想，你是在直接體驗。沒有多餘的念頭，沒有比較，沒有害怕，沒有過去，沒有未來，只有一種你從來沒有真正接觸過的自由。那個自由不是我想做什麼就做什麼的自由，而是一種你終於從所有的恐懼、期待、評價、焦慮裡抽離出來，你終於從自己建的監牢裡走出來。那是一種原來我一直綁住我自己的那種醒悟。我在那裡待了好幾個小時，身體還是痛的、餓的、虛的，可我從來沒有這麼完整過。那次經歷之後，我對意識這個東西的理解完全不同了。我以前以為意識是專注，是平靜，是觀察，可那天我才知道，意識是一個更大的天空。你不需要靠任何東西，你不需要抓住支點，你甚至不需要練習，只要你願意放下抓取，你就會掉回意識的懷裡。可是聽起來是不是很玄？其實一點也不玄。你現在閉上眼睛，你能感覺你活着嗎？能感覺皮膚，感覺呼吸，感覺這一刻你在，那就是入口。只是平常我們的意識被太多念頭蓋住了，我們被手機蓋住，被工作蓋住，被人際關係蓋住，被焦慮蓋住，蓋到忘記我們本來就有一個巨大的天空。我們不是要創造意識，我們只是要把蓋子拿掉。可是這一切講到這裡還不是最重要的，最重要的是你要怎麼把這種力量帶回日常生活。你總不能每次壓力大就去街上流浪吧？重點不是流浪，重点是你在極限中發現了什麼。答案很簡單，意識從來不遠，它一直在你身上，只是我們忘了怎麼用。那次之後，我的人生反而變得更簡單。我知道自己会緊張，我知道自己會怕，我知道自己會陷入情緒，可我不會再誤會他們，因為我知道，只要我願意停下來，看它，感受它，接受它，我就能回到那個空間，那個比恐懼大，比焦慮大，比一切都大的空間。你知道那種力量有多自由嗎？自由到你會突然明白，原來人生最寶貴的不是你擁有多少，而是你能不能在每一次混亂來臨時找回自己。可是故事到這裡，仍然還有一個最關鍵的問題沒有解。意識這麼強，可我們普通人要怎麼練？要怎麼從現在這種日常混亂、情緒拉扯、壓力轟炸的生活裡，真正找回那個穩定、自由的核心？答案就在下一段。要把意識真正帶回日常，其實只有3個關鍵。可是這3個關鍵，你只要抓住一個，你的人生就會開始往另外一個方向走。第一個關鍵就是看見，不要小看這2個字。看見不是想象，不是分析，不是解釋。看見的意思是，當情緒來的時候，你先讓它存在，然後你問自己一句：我現在在感覺什麼？不是我應該感覺什麼，不是我不該這樣，是我現在在感覺什麼？你只要問這句話，你就已經從情緒裡出來一半了。你試試看，下次焦慮來、委屈來、憤怒來，你不要急着甩掉它，你先停半秒，感受那種胸口緊的感覺，感受呼吸卡住的感覺，感受身體那股想逃的力量。你只要能看見，你就不会完全被它拖走。很多人說情緒太強了，我被它壓着走。
不是情緒太強，是你太快被它抓走，你連看都來不及看。所以第一步是看見，第二個關鍵是允許。這一步很多人一輩子都做不到，因為我們從小被教的是負面情緒是不好的，要趕走，要堅強，要忍耐。結果你越忍，它越爆；你越壓，它越大；你越逃，它越追。允許不是投降，允許是你終於對自己誠實，你終於不再強迫自己馬上變好，你終於告訴自己，好，我現在就是這樣。你知道這句話有多強嗎？當你允許情緒存在，你內在會出現一種非常深的鬆動，那種鬆動不是弱，是你終於不再和自己打仗。當你不跟自己打仗，你的人生就已經贏一半了。可是第三個關鍵才是整個意識練習最核心的回到存在。怎麼回？不是靠技巧，不是靠複雜的步驟，而是靠一個最原始的感覺。你活着，你現在坐着，你能感覺身體的重量嗎？你能感覺空氣碰到皮膚嗎？你能感覺你的心跳嗎？這就是存在。存在不是神秘，是身體最自然的狀態。你只要1分鐘，1分鐘把注意力放在這種最單純的我在這裡的感覺裡，你的意識會自動穩定下來，你不用逼它，它自己會把你拉回那個更大的天空裡。你知道為什麼嗎？因為意識本來就是你的，它不是外面來的，你不用追，你只要回。而這3步，看見、允許、存在，不是教條，是一個循環。情緒來了，你看見，看見之後你允許，允許之後你回到存在。當你能把這3步練到像呼吸一樣自然，你的人生會開始出現一個很奇妙的現象，你不再被情緒定義。你可以緊張，但你不會被緊張推着走；你可以生氣，但你不會被憤怒綁着；你可以害怕，但你不會被恐懼拖下去。你突然變得很自由，不是外在的自由，是內在的自由。那種自由很安靜，卻很強大，強大到你會發現，原來你以前以為很大的問題，在意識面前其實都變小了。因為意識不會幫你逃避問題，它會讓你在面對問題的時候不迷路。你知道嗎？我們這一生最大的痛苦不是問題本身，而是我們在問題面前迷路。當你迷路，你什麼都放大。當你回到意識，你再大的問題也只是一段過程。講到這裡，你可能會問，這樣練多久才會有效？我告訴你，1個念頭就夠，不是3年，不是3個月，是一個念頭。你願意開始，就是開始；你願意停一下，就是覺醒；你願意看見自己，就是力量。不是你練得多好，而是你願不願意在每一次情緒來的時候，對自己說，好，我來看看你。只要你願意，每一天都是練習，每一次情緒都是老師，每一刻呼吸都是入口。意識不是宗教，不是哲學，它是你隨時都能打開的能力。它就在你的身體裡，你的呼吸裡，你的注意力裡。你不需要去山上，你不需要去深山閉關，你現在就可以開始。而當你真的練熟了，你會發現一個很美的真相，原來最安靜的地方不在外面，也不在深山，而是在你心裡最深的那個空間。那個空間一直都在，只是你以前忙到忘記去看。現在你知道回去的路了，你隨時可以回去，隨時可以靠岸。只要你願意，意識永遠會在那裡等你。所以到最後，冥想不是技巧，意識也不是目標，它更像是一種你終於願意回頭擁抱自己的方式，一種你走了那麼久，跌了那麼多次，繞了那麼多彎，忽然在某個瞬間明白，原來你一直在找的不是什麼神秘力量，而是那個最簡單的回來，回來身體，回來呼吸，回來當下，回來自己。你會發現，其實你並不需要改变什麼，壓住什麼，逃離什麼，你只需要在最混亂的時刻，輕輕對自己說一句，我在這裡。只要你記得這一點，無論外面多吵、多亂、多不可控，你都不會再被捲走。因為你知道，你有一個地方可以回去，那個地方就是意識，也是你。